这里是 Hex 电脑课堂，我是你们的朋友 Hex。那本期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款开源的音乐合成的一个神器。那这个项目的名称是叫做 Hatmula。那简要来说呢，它是包括这几个方面啊。它首先有一个叫 Clap， 就是是一个音频跟那个文字对齐的这样的一个模型。然后还有一个 Coder， 这个就是作为编码生成音频的这样一个模型，它可以保证它的一个音质。然后呢，还有一个 Transcriptor， 这个就是有点像语音识别，把它的歌词那些给它识别出来，这样的一个转录的模型。它底模用的是那个 Whisper， 然后这就是它主要的合成音频的一个模型了，就是合成音乐的模型，这个叫 Hatmula 啊，它也是一个大模型，目前的参数量是3B 的。然后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具体的一个音乐合成的效果。好，我们播放一下。不能别把最后那句道歉说完，有一点只有我们才懂的遗憾，像断了线的风筝飞向更冷的彼岸。是不是感觉效果其实还挺好的？我感觉这个声线呢，包括整个旋律都还蛮好听的啊。然后呢，它底下是跟一些当今比较主流的一些商用的一些这种音乐合成的模型进行了一个对比。我简单的再说一下，左边这个呢叫做 tag， 这就是它的音乐的一个风格标签啊。然后右边这一个东西呢是叫歌词，也就是说，它的歌词的内容是什么，然后这下面会有具体的一些小的一些标签。然后呢，右边的这一块呢就是它的一个模型的一个对比。那我们可以看到，第一个的话呢。就是比较火的那个 Sonar， 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合成音乐的模型，然后最后一项就是今天的主角叫 Hatmula。我们简单先听一下这个音乐吧。A quiet moment meant only for me. It's a slow motion kind of afternoon, humming along to a coffee shop tune. 然后我们再听一下这个 Hatmula 的它的一个对应的效果。Just watching steam spiral up from the tea. A quiet moment meant only for me. 作为一个非专业的音乐人士来说的话，我觉得这两个效果其实我感觉都很接近了，因为我觉得后面这个可能还更好一些。这个女生感觉她的声线呢就比较听着就很清晰一些啊。然后对其他的也有很多的，大家可以自行去比较一下啊。因为本期课程所有的这些用到的这些网站也好啊，这些相关的资源我都会放在评论区的置顶，让大家直接可以使用。OK。然后呢，这个项目的效果我们刚才也听了嘛，对吧？然后可以看它的一个论文的一个简单一个介绍，我跟大家简要过一下。这里呢，它是跟那些主流的一些音乐合成的模型进行了一个对比。然后呢，这个橘黄色也就是最右边的这个呢，就是 Sonar 啊，我们可以看到呢，不管是在那个歌词的错误率上，还有它整体的一个质量，以及它的一个风格一致性等等这些指标上，我们今天的主角这个Hatmula 它表现都是还挺不错的啊。我觉得感觉很多地方甚至是比那个除了这个 Sonar， 大部分的模型其实它效果都是盖过的。对。OK，那接下来呢，我将会手把手的带大家呢去完成这样的一个项目，在我们本地的电脑一个部署啊，请大家耐心一点。首先呢，这是它的官方的一个 GitHub 的一个项目，它的仓库，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啊，这刚刚也有讲过啊，对，然后它目前是已经给到了一个3B 的模型，然后在接下来会发布一个7B 的一个模型，对，然后呢，它就给出我们具体的一个部署的一个过程。那因为这个部署的过程，实际上呢，那里面会有很多小细节没有讲到，颗粒度很粗，那对新手小白是很不友好的。所以呢，据此呢，我自己又重新从头到尾写了一个文档，然后呢，大家只需要按照我这个文档呢去进行一个操作，我相信你也能够成功的把这个项目呢部署在你的本地。OK，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进入讲解啊。首先呢，第一步的话呢，我们要安装 WS2。这个话呢比较简单，因为我上期的那个内容其实有介绍过，大家如果不懂可以看我上期的一个视频讲解。OK，那这一步我们就过了。然后下一步呢，就是在你安装好的这个 WS2 里面呢，咱们去安装这个 Miniconda，就是那个管理 Python 包的一个这个工具啊。OK，那我们先进入这个我们的这个 WS2，然后呢，这边我再进入我的自己的一个项目。
好，这个 mini kernel 我这边已经安装好了啊，那我就不重复安装了。大家还是去看一下我上期的一个视频讲解，也比较简单，就是2行命令，一个下载，然后呢给它安装就好了。我们从第3步开始给大家讲解。那首先呢，我们要把这个官方的这个 GitHub 仓库给它拷贝到本地。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目录，然后我们把这个命令行也复制一下，我们点击回车，好，它就会把这个项目给它拷贝到我们本地来了。我们稍等一下，也很快啊。OK， 这个已经拷贝好了。我们刷新一下，我们进入这个目录。然后我们下一步应该要做的就是呢，我们要更新一下这个 APT。我们点击确认，我们输入我们的密码。这个密码就是安装的时候要设置好的，对。然后这个已经更新好了，我们再安装一下这个，点击回车。OK， 这个也安装好了。那这一步我们就已经把项目拷贝到本地了啊。然后呢，我们接下来要创建一个虚拟环境啊。这个地方是有坑的啊，因为我之前用过其他的 Python 版本，比如说3.11、3.12，这个都会报错不行。这里我推荐大家就直接用 Python 3.10，跟它官网的介绍是保持一致的啊。然后我们还是复制到这来，我们创建这个虚拟环境。OK，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虚拟环境激活，复制这个命令行，点击回车。好，我们现在已经来到这个虚拟环境了。好，接下来呢，我们就安装依赖。好，这一步的话呢，官网的话它只给了这一个命令行，但实际中呢还要安装这一个叫 Torch Code， 它才不会报错。所以你就按我这个安装就好了啊。我们先安装这个，复制，点击回车。这可能需要个1分钟左右。OK， 那到这里了，我们这个安装就安装好了。然后我们再安装这一个 Torch Code， 我们还是复制命令行，我们点击回车。OK， 这个也速度很快，安装好了。那到这一步的话呢，这些依赖就已经安装好了。然后我们要安装一个专门去处理音频的这样一个工具，叫 FMPEG。这个工具呢，它是相当于是一个处理音频工具的一个瑞士军刀嘛，它的功能很强大。我们点击确认 ，OK， 这个也已经安装好了。因为我之前安装过了，所以它这边会显示已经安装了啊。你要重新安装的话，可能需要一点时间啊，但是也快。然后我们安装好了之后，我们验证一下，我们输入这个命令。当你看到有这样的一个回复出来的话呢，就代表了这个已经在你电脑上安装成功了啊。OK，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就是要去下载那个模型。这里的话，我是从 Hugging Face 上进行一个下载的，所以我们要先安装这个依赖。OK， 我们复制，然后我们点击确认。OK， 这个也已经安装好了，所以速度会快一点。然后接下来我们跑到这个目录下来，我们要去配置一下我们的一个进场源。为什么？因为你原装的就是初始的这个 Hugging Face 的 Hub， 它是从国外去下载的。如果你连不上国外的那种服务器会比较慢，所以我建议大家都使用这个国内的这个进场源，速度会更快一些啊。来，我们切换到这个目录，然后呢，我们把这个文件打开，你可以用 Code 给它去打开，也可以双击都行。对，打开之后呢，这里我之前已经写过了啊，大家把这一行加进去就好了。对，就是把这一行命令给它贴进去，然后呢，再给它激活一下，点击确认。OK， 这个时候它就已经生效了。然后呢，我们要检验一下它有没有把这个东西可以打印出来。哎，我们把这个打印一下。哦，少拼写了一个 endpoints。好，可以看到这个已经是配成了国内的一个进场源了。OK， 那我们再次进入虚拟环境，点击确认，然后呢，我们来到我们的一个目录，再进入我们的一个目录。这里的话，因为你的目录名跟我不一样嘛，到时候大家自行一个调整就好了啊，这个比较简单。好，接下来我们需要安装模型了，这个是比较费时间的一个过程啊。首先我为大家演示一下，我们应该创建一个目录，就专门用于存模型，就是这个 checkpoint 它的简写。那我们 make
CKPT，然后我们点确认，我们刷新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已经出来这样一个文件夹。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就先推到上一级目录，对，然后我们输入这一行命令我们就可以去下载这些模型。那这些模型的话，我先简单讲一下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仓库它这里面是有多个模型的。那官网这边是推荐咱们呢，它是有说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最新的一个公告，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对着这看一下吧你看他说这个 Happy New Year 这个版本呢是当前最新的然后呢它的控制音乐的这个质量是最好的，然后推荐他使用这个版本。然后呢再加上这个 OSS 的这个 code 2020/0123，也就是呢这一个大家要下载这2个，还有一个是这个东西，这个也是需要下载的。然后呢，如果你需要转入歌词的话呢，也要下载它。对，所以你要下载这个模型，跟自己的需求来选就好了，好吗？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RL 开头的，它是强化学习的版本这2个其实是类似的，但是呢，你可以从下载量看到了，这个下载的人更多，所以这个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根据自己需求来吧这个没关系。然后呢，因为我这些模型都已经下载好了，所以我就不重复下载了。大家可以在我的命令行复制一下就好了，然后去分别下载。然后你下载之后呢，它就会到了你的这个 CK 铺，就是刚才那个文件夹，就是这个 CKPT 这里面嘛。我们看一下，目前我这是空的，对吧？对，因为这个下载的过程很长，所以我不会在课程里演示。我之前是已经有备份好的，所以我直接把它复制过去就好了。好，对，这个文件夹我直接给它复制过去。我这边是下载了刚才的有3、4个那个模型，就包括有那个音乐合成的，还有那个歌词转录的，所以总共加起来大家也有看到，大概有20-30个 G。这边对要稍等一下，很快。但是你如果从那个 Hundredface 再下载的话呢，你要全下载完这些模型，估计也至少要20-30分钟具体是取决于你的一个网速当然，这里还有一种其他的方式比如说这个第9步这种的。第9步这里实际上呢，就是另一种方式，因为我目前用这个命令的话，它会直接把我这个模型下到我的 WS2 里面。对，这样到时候我去启动我这个服务的时候，它就不要再走 Windows， 就不用跟 Windows 去交互，所以它会快一些如果是要下载到 Windows 的话呢，那就是走我底下这种方式了，就是首先你来到这个目录，然后呢，你还是创立这样的文件夹，你要再去按照这个命令呢，给它去建一个这种的软链接，对，等于说它先走到这个目录里面去访问这个软链接，然后再去访问 Windows 上的用模式文件。所以我这边采用的是第8种方式就是第8步的这种方式，第9步我就不给大家讲解了到时候这个文档大家需要的话呢，我也会发邮件发给您，你可以评论区给我留言嘛 ，OK？ 对。那到这一步为止的话呢，我们目前的模型就已经全部都复制过去那我们来到我们的这个目录，我们可以看到了这3个模型就已经进来了，对吧 ？OK， 那我们现在回退到上一步，然后呢，我们现在这是性能优化的一个部分嘛，等下再跟大家讲首先我们先看第11步就是我们给它生成一个音乐示例。对。到这一步为止呢，我们就直接把这个命令贴上来。这个命令是什么意思呢？简单讲一下，就是用 Python 去执行这个目录上呢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生成的脚本，然后我们模型的目录呢就指定是在这里嘛，这刚刚创建的嘛，然后模型的版本是3B 的，对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软加载这个参数后面会大家讲。我们点击回车，我们要稍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呢，它就开始去加载我们这个本地下载好的模型了。然后呢，这个地方因为有些参数还没有去设置所以它会比较慢但是呢，有几个经验要给大家分享，就是当你在加载它的时候呢，你一定要把这个软加载去开起来这个地方是节省的显存，就是你要用的时候它才给你加进来，所以它的那个速度会稍微快一些。如果你没有开这个参数的话呢，它默认是 force 的，那么你真的会很慢很慢。会造成你的体验很不好，要等很久。这里的我就先给大家截断因为我这里要等很久嘛，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下怎么可以快一些实现呢？
它是有一些技巧的。那首先呢，我们来到这个文档这里啊，我们切到这个example 这个目录，对，然后我们把这个脚本打开。好，这里的它是有很多的一些这种参数，对吧？文档也有提到，就是大家可以看到这些有些是可以去修改的啊。我先简单的大家讲一下啊，比如说刚才我要生成这个音频，它其实要等挺久的，大概是要等3分钟左右才能生成那样的一个音频文件。然后它这个音频文件呢，它是根据什么东西生成的呢？首先我们先把参数过一遍，大家有个感性的认识，后面就要给你演示。首先这有一个 top k 啊，这些参数整体来说是对大部分的参数都应该好理解，我讲那些比较难一点的啊。top k 的话，它是采样，就是在每一步它只从你概率里面最高的k 个里面去候选。那我们如果取得小的话呢，它会更稳定；如果你取得大的话，它结果都会更加随机发散一些。它默认是50，这里我们一般保持默认就好了。然后呢，我这截个图吧，边截图边讲。然后呢，有一个参数叫 CFG Scale 啊，这个的话呢，它是扩散生成模型常用的一个参数。然后呢，这个作用主要是干啥呢？就是说直白点，就是让这个模型，有多听你的话。你这个值如果越大的话呢，这个模型就越听你的这个提示词，也就是你对它的一个歌词啊、你的标签的这些要求啊。当然你太大的话也会过你河。你这个值如果越小的话呢，它的就很随机，很具有创造性，它压根不会听你怎么去要求的。对，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参数。然后底下有2个参数，一个是叫 Mula 的 device， 它是选择 GPU 或者是说选择 CPU， 一般我们都选 CUDA 啊，这个会更快。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codec 这个 device， 这个我们也是选GPU， 反正你能选 GPU 尽量都选 GPU 吧啊。然后这个解码它是一个什么过程呢？就是首先这个模型呢，它会生成一系列的 token， 然后这个 token 经过这个 code 去解码，就会生成我们最后听到的这个音乐的音频文件啊。对，然后还有一个懒加载，刚刚有提到过，这个默认是选 false 的啊，但是它这样的话的显存是占有很大的，所以我建议大家一定都选 true 啊，你根据你自己的显存条件来吧。对，因为我最开始跟大家在上面其实有写到吧，就是整个项目要跑下来要跑通的话，它是至少要16G 的一个显存，所以我的显卡呢是勉强刚好满足了。对，如果你的显存少于这个条件的话，那个3B 的模型你是跑不起来的啊。OK，那我们继续往下讲。那我们刚刚要生成音频的话，这些参数都给大家进行了一个介绍了。OK，那我们现在就去调节这个参数，去做一个示例。有一个很重要的参数是叫这个最大的音频的一个长度，这个就是你控制你合成这个音乐的这个文件的一个时长，它是毫秒。那默认它给你24分钟，我觉得我们这里先写个简单点的吧，我们就是来个60毫秒，也就是我看一下啊，6000啊，这个参数我们把它改成60，那么也就是毫秒。那么这里也就是1分钟的一个音频了，对，因为你这个参数如果改的越大的话呢，它的合成音频的时间是越长的，影响是比较大的，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参数，刚刚我们有讲过，这个是你输出的一个音频的一个文件保存的一个路径了。那这里默认它可以写 MP3，你也可以改成 WAV 啊，WAV 它是无损的音频格式，可能音质会更好一些。MP3 毕竟是经过压缩处理的。然后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歌词，还有它的一个歌词标签的一个文件。分别可以在这里去找到的。先看一下这个歌词它跑的是什么啊？可以，我们可以看到了，这里是有歌词，打开，这个是它的一个歌词，这是英文的啊，对。然后呢，这边呢还有它的一个标签，就是控制它的一个歌词生成的一个风格吧，对。然后我们再执行。我们把这里已经改成了，刚刚把这个脚本这里已经改成60了，对吧？然后我们也就是1分钟的音频，然后我们再执行刚才的这条命令，点击确认，我们点击确认，它都会去生成的。这个速度会快很多，因为音频的这个时长比较短一些嘛，对，所以我们稍等一下啊。OK，当我们看到这条命令啊，就是说，你生成的音乐。已经存到这个地方呢，就代表你对音频已经合成成功了啊。然后呢，这2条命令分别是代表了就是你这个 GPU 卸载之后了，把它这个缓存给清空了啊，就这意思。那我们现在去找一下这个音频文件，
在 Asset 这有个 MB3 对吧？然后我们双击播放一下。The sun creeps in across the floor. I hear the traffic outside the door. The coffee pot begins to hiss. It is another morning just like this. The world keeps spinning round and 是不是效果感觉其实还挺好的，对吧？OK，那这就是它整个的一个合成音频的一个过程。对啊，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下呢，就是它歌词转录的一个功能，就是把刚才合成的这个音乐音频呢，我们怎么给它把它转录出来啊？大家可以首先呢，你要确保了你已经下载好了这个模型，就是 Transcriber 那个模型吗？大家要确保已经下载好了这个模型啊，对你下载好了这个模型才能做转录的这个功能。我们把这条命令给它复制一下 ，OK， 然后我们粘贴，我们这里点击确认，哦，它就把这个转录结果输出来了。它主要是在这一部分啊，你可以看到啊，这一部分是它的一个对歌词的一个解析。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我们可以对比一下它已有的一个歌词，可以看一下啊。它这里是说到这个音录这个地方就差不多结束了，它并没有把这个地方把全部的歌词给识别出来，也就是说它只识别出了一部分嘛，可以这样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原因呢？就是它只能识别出歌词的一部分呢？其实我这边有分析啊，就是有2部分的原因啊，这个功能首先是不够完善的。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它这边用的是 Whisper 本质上是做的语音识别的，它是识别你人说话的声音的。然后我们这个输的音频它是一个歌曲，所以 Whisper 这边识别不出来也很正常。对，它就早的截断了。对，第二的话，它这没有做一个分离的一个人声，没有处理把人声的音乐跟它分离出去，把背景音乐剔除。所以这部分导致它这一部分的功能，后面还有待于完善嘛？对，所以后面如果有必要的话，我再给大家去做一些优化，然后给大家去再做一期节目，跟大家讲怎么用。OK，那这部分歌词转录的话呢，也给大家演示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它的一个不同歌词的一个测试的一个效果。那首先在讲这部分的时候呢，要跟大家简要先介绍一下，就是它的一些歌词的一个标签啊。对，这个是它官网的一个 demo。那我们简单看看这些标签分别是什么意思啊 ？Intro 就是前奏，就是开场的一个音乐啊，这部分一般是没有人声的。Verse 的话才是主歌，会有人来唱歌。然后那个 Pre-chorus 是预副歌，就是你从平淡的到高潮的一个过渡的这个过程。Chorus 是副歌，就是高潮记忆点。然后 Bridge 的话是桥段啊，就是风格的一个变化。然后最后这个 Outer True 的话就是结尾啊。然后这边就是英文歌词了，这个我们已经测过了，我们就不弄了。我们来测一下中文的嘛，我们把这段复制一下，然后呢，我们进入到刚才的那个目录 Assets， 好，我们点击这个 Lyrics， 我们把这个给它复制上去。哎，我们把我们刚才的这一段中文的歌词啊，对，中文的歌词，你的标签还是要英文的，注意啊，然后给它复制上去。我们 Ctrl 加 Save 保存，我们最小化。然后呢，这个时候我们再重新启动我们的那个就是音频的一个转录的一个命令，就是这条命令，我们启动一下，哎，粘贴，我们点击确认，点击确认，它速度会比之前快一些，因为我们脚本里面已经把那个音频生成的长度已经改成60秒了定。还有一个细节啊，跟大家讲一下，就是我们要来到这个 Asset 这里，它会有刚才的这个是英文的，我们做一个区分嘛，我们加个 EN 嘛，我们点确认嘛。如果不这样处理的话呢，它等下生成的这个中文的音频就会把刚才这里英文的音频给它覆盖掉啊。对 ，OK， 这一段音频现在已经生成了，我们刷新一下，我们先把它名字改成中文嘛，到时候方便区分。然后我们双击打开。又走了下的街灯，微微闪烁，风轻轻吹过熟悉的巷口，你的笑容还在脑海里停留，小星光温暖了我的记
寂寞。是不是感觉效果其实也还挺好的啊？我觉得中文的话也没有听起来那种怪怪的味道，就是还是比较逼真的嘛，对吧？那边音频长度也刚好是1分钟，控制的比较好。OK，那中文的测完然后呢，我们再测一下那个日语的，好吗？我们测一下日语的。我目前就只测了这3种语种，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一个需求，后面去测一下其他的一些语种啊，都行，包括一些小语种的啥。我们来这里把这个文档把它删掉，然后给它再把内容给它贴进去 ，Ctrl Save 保存 OK。然后呢，我们还是用同样的这个命令，来我们去启动一下，复制，然后我们点确认，点击回车。OK， 现在我们这个音频也生成了，我们刷新一下。然后呢，首先我们把这个名字给它命名改一下吧，就是日语的啊，以做区分。哎，我们还是一样，双击打一打，听一下效果。哎，我们对着歌词看一下。空に浮かぶ月の光静かな街をそっと照らす君の声が風。我感觉其实也蛮好听的啊。那 OK 啊，那就是整体给大家讲了一下它的不同的一些歌词的一个适应的效果。其实我觉得英文、中文、日语感觉听起来都还蛮好听的，我觉得效果不错的。然后刚刚这个脚本优化的这一块也跟大家提到了啊，就是有一些地方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去选填，对，然后呢会有个 float 这数值的一个位数吧。如果你的显存如果支持的话，你可以把它改成32的，就是它的音质可能会更好的，因为它的那个精度更高嘛，对吧？但是如果你加大的话，显存如果扛不住的话，你把它改小一点，对，就是这样一个道理。然后最后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觉得它这边做的不太好的地方啊。目前它只是有这样的一个 demo， 就我们每次执行需要用命令函去启动，然后在这个文件夹下把这个音频就是合成的这个音乐给它拷贝出来。但是我觉得要弄成这种 GUI 会更好一些，它目前是没有的。我这边是有尝试在做这样的一个 GUI，但是目前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调试，我给大家简单看看这个效果啊。就是我这个 GUI 大概是长这样的，然后左边是一个歌词，然后右边的话是它的一些参数的一个配置，就大家直接在图形界面进行点击就好了。你可以选择一些，比如音频的长度呀，比如说它的音乐风格标签啊，然后你在这里点击生成，然后这一块就会出现这个音频，你可以在这播放，然后直接下载。对，整体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那这块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就比如说本期如果大家看我的这个视频，如果点赞量超过20的话呢，我就下一期就把这个内容给它优化好，然后呢把它打包发到那个 GitHub 参谋上面，让大家直接可以这样的使用这个 UI 界面去操作，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更方便。OK， 那我本期的内容呢就给大家主要介绍到这里啊。OK，大家如果觉得我内容对你有帮助的话呢，也请帮我关注、点赞、转发啊。那我们本期内容到此结束，下期再会，谢谢大家。